这样都能拍到，有点像一个羊头。来吧，看一下杀人星追谁，脸上就是骑士，已经起心跳了，准备开始活板了。哎，但他好像想转，偷看到了旁边的调香，果然啊，还是想尝试针对一下。先帮笼子，再补一个。他的打法不太一样哦，但是没有立刻补一个八字龙过来先拿一刀，但他这个放香拆龙太容易破香了呀。对，那这样打也没问题，因为你如果拆龙的话，他直接补一个，你还是走不了。对，这香水一下就被破了。哎，想骗，因为那刀其实打到了香水还在，还是可以回溯的。但是阿卡这几个笼子，香水能拖出来啊，这 CD。而且阿卡这几个笼子，其实他放的那个位置没有把调香师架得特别死，有点架自己了。如果处理的话，还是花了挺长时间的。不过还好，这张地图是河景村，把它往这个小破船这里一挂，还可以踢一脚，感觉踢船下的更划算啊！踢中场的那46，他还想回去。哇！我要是这个守门人，真忍不了，我直接下铲给他来个正菜，把他打断。这样的话，调香师能跑得更远一点。对，但调香师其实救下来了。哎，他是能发现吗？哎，面牌他其实进船了。对，他没看到进大船那个小洞的脚印啊！哇，那炸了，真炸了！上大船直接开摸了。找到是调香。最新啊！哇，两波预测全错。拿了一刀，菲利克斯这里得赶紧带离大船。阿卡能不能意识到他是从哪出来的呀？继续追了。陈述一件，两个全对。这调香师应该会直接修大船上面的密码机了。这样的话，虽然踢了一脚，但是求生者等于现在是没有人上挂啊。这骑士166到了快3分钟这么一个进度，不过他好像发现了。从头开始。而且那几个香水没有也就没有了，无所谓。对，现在是知道上面有个调香师的，因为一看大船2台机都在抖，是，那只能是调香师在上面了。那骑士选择直接过来保人了。哎呦，有点准，那这波没法出刀了，再架一个笼子，一个后撤，跃龙，两波预判，全预判掉，飞轮又好了，还能拖，哇，砸了个头，坏了。大肥喵的9块，笑死了。是吗？你是哪个流啊？不是啊，我是用的那个直播间啊，他不让我们用那个流吗？是吗？我的反正用都用了，无所谓的。OK， 那一会儿我也去切流去。对。直播间看哪里的呀？看 B 站的。哦。B 站他自己有一个加密房间。感觉这个流清楚一点。你看现在扛的密码机都快够了，第4台、第5台都已经60了。关键人还没死呢。这波上乙大船上70多，他去救人，然后骑士交志气，直接补，密码机甚至够了。对，调香师他没大心脏，但是守护人可以过来开圈。是想踢。不过这波踢也只踢了35啊，其实无关紧要，说实话，对人家破译还是比较快的。这把其实你说是大肥喵的求生打得好也不是，主要还是阿卡那波为了踢一脚时长断了大节奏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牵制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，那波人跑了，非常亏的。再补个笼子，看能不能把调香师给秒了，差30。守门人这里不下铲吗？感觉可以下铲陪跑。哇，不下铲是对的呀，哥哥，这个砸头好砸，非常关键。
开扛，打到调香师了，调香师没大心脏，没有带回光返照，那直接开了。可惜，可惜在这个唯一没有回光返照的人被逮到了。而且因为他过去把那30踹掉了，所以你开圈也不行。开圈也顶不住那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一点。不过这把那个双龙阿卡的失误挺多的。对，也找到了骑士。但第一局我觉得 DFM 求生能保平，他们肯定是能接受的。太能接受了。而且你本来就是5井村的羊。对。菲利斯这把立大功啊！不像艾维的，艾维插眼羊这么狠。他想去哪呢？去小木屋，还真是追的温皮啊！小鹰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游龙暂时还不想放，想等板踩了再放。哎呦，这居然能打到一个隔窗刀啊！没钻过去。对，不过还好笼子掉了。是。这里还可以放魔术棒，再拖一会儿。第二个笼子没有生效，但是还行，因为我上一波打了1刀的一个伏笔在，就当做2个笼子拿了1刀吧。一个侧刀，还是比较快的。对，挺。那水人挂到海边。可以去稍微干扰一下心理那边，他心理直接贴过来准备救人了。魔术师其实上移的话还挺好的，他下移有个隐身的被动，能够有机会26起来。毕竟飞轮还有个飞轮，还有个魔术棒，再操作一下。甚至手把想直接帮忙过来扛一下刀了，帮忙拆龙，一个月龙打到了魔术棒上。那你要拆龙的话，我就先打你，多打点存在感。想扛到死吗？这里，但感觉没太大必要吧。飞轮一补，笼子拆掉没？哇，没能拆掉。那现在海边这台密码机感觉修不了了呀，直接挂海边去了。而且搜把会被赶得很难受，他现在的话只能上大船。他虽然说是拖出了化险为夷之外的时间，但其实心里是亏了自己的状态，还有破译的。守门人这一波是可以直接把人给用化险为夷掏走，原地跃龙一下。他就算陪跑了那一波，但是也只浪费多了一个笼子而已。不过这把求生者是剩下的3个都有回光返照啊，就看中后期的拉扯打得怎么样。但是有点残。对，状态有点差。然后守护人过来救完人，2个都是半状态。这波挂上守门人也得跑啊，守门人海边的台是补不开的，赶紧跑。通缉到的是大船上的心理，还好鸡哥这里技能是没好的。感觉得去追海边的人，海边大船。海边能看到吗？看到心理不？没看到。哎呀，看到了，这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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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看到。比个铲子，想上大船。这大船这里是比较好苟的，我觉得你去找，红点不是红点露出来了，说吧。大大的红点。对，我说这里是不好找的，进修木过来以后直接看到了一个红点。而且这里过来的话，只能搏飞轮了。对，再补一个笼子，坏了。
直接挂大船上那个椅子压住大船这台密码机球，就必须得开台新的了。2台机。但选择挂了大门，这样的话大船上是可以破译的。而且守墓人很危险，守墓人那边修完还得34一台新机。这里确定对，这里确定木偶师从海边破译完过来，但是2个笼子让木偶师拉到了椅子面前，很舒服，感觉不太拦得住，除非这里放一个笼子有落地刀，还是怎么说？这个笼子反而是稍微有点给机会了。对，再拖时间，继续拖。一刀，哎呦，路易还是交了出来，没办法。还有说法，还有30的密码机。对，这就是木偶师啊，真没啥办法。但路易就一直交，一直扛刀，打倒了。木偶师海边过来，千里迢迢，结果鸡哥说：“你等等，我载你。”这密码机进度还差一点啊，想贴椅子直接救，看一下怎么说，应该是能掏下来的。这掏下来之后打到的是木偶师，手上的技能是在的，两边各有一个人可以点。想要先去处理一下搜吧。对，他得处理的很快才行，不然大门他知道有人在点。这老李直接扛一刀。他一会儿还有一波传送守行李的机会，就看这里处理老李多久吧。这笼子一直没有足够好的位置交啊，可以成功打到。已经跑到快到小门了。为什么这个小窗不给这个行李的位置啊？那给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的位置。手把还没到啊，手把这双11的一个位置。他回头了一下。行李是不是出不去啊？不行，走了。不过这个地方能排到耳鸣吗？能排到耳鸣吗？他好像没排啊。这个地方手把耳鸣卡的位置卡的很好，刚好没有耳鸣。有了，能不能嗅到？快去门！好像照到了。OK。但是你这样的话，他一下钻过来，不就直接到门口了吗？对啊。坏了，三抓了。几个。看一下老李的第一波牵制吧。要拐弯，还是冲着古董上去了。这不队友一爆点，这文痞开躲，虽然指到了，但是第二波双重经济确实也挺准的。先排人，然后再上球，那就看下一个双重经济了，还有3秒钟。哎呦，窗户边上这个没打中，再拿一下。文痞在骗，我2个双经济只上2个球，这个结果来看也不赚。对，这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绕起来了。关键他也没封窗，在这里翻一下，一会儿再给你来个云门，再跳回去。飞轮，那里再拉一下了，再拉一下云门，很稳啊，房子被震慑。不过这鸡哥的反应也很快，能上2颗吗？这白球上到了，那倒了。上到了，那回声这个要倒了。毕竟刚才还有烙场谢幕在手上。这一波我想挂地下室，挂地下室的话更有机会打双倒。看一下 CT 已经贴过来了，贴在上面。但是他不敢用双重惊喜定人吧？不过下板买到了。为什么下板的话不就暴露自己的位置了吗？因为更有机会双倒了呀。不过还好 ，CT 这一波护腕是非常的精准，
这样双惊喜，双松球直接双倒，肯定会去贪佣兵一个双倒的。对，哇！主要 CT 他本来顶这个通缉过来，哦，对他被通缉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很难说不双倒，也只能下板在那边卡着了。那七哥这波节奏确实很舒服啊，因为他通缉到了佣兵，然后如果你强行派冒险家去救人的话，就很可能说冒险家倒地，穷者更亏，只能被迫3个人，冒险家在旁边，只能被迫让 CT 去救人。那就看这一波温品能不能牵制起来吧。再有一个点刺没点到，直接打倒密码机是差1台半，不过冒险家也开始挖了。哦呦，通缉到冒险家了！冒险家直接选择传送，能排到吗？这地方是能找冒险家的。对，双重惊喜已经止不了人了，鸡哥，哎呀，开始除草，没除到，就在里面啊，鸡哥还在除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去蒙一下呢。除不了了，能除吗？哎，这么大一个屁股，我感觉看到了，真看到了，完了，真没看到吗？这么大一个高亮屁股，对，看到吗，鸡哥？而且当时是走进去以后，它不是那种透视效果的那个屁股，它是面对面的，它这个皮肤其实还挺明显的。中间，而且那个密码机因为开掉了，有个灯光高亮打下来。我感觉他刚才去追火灾的话，这回火灾可能已经倒地了。就你看他落地传送落地以后，只有40秒的 CD， 对吧？马上又好了，下一个传送，服了，有点难受，说实话。没事，拖吧。开门战尽量再留一个，保个平。这个通缉感觉害了几个，就第二波通缉到了冒险家这个通缉，不如别给他看这个冒险家，看了他还要浪费时间，然后他还没找到，现在再去外面找，直接交互案，因为现在密码机暂时还不够，手把那边翻了50的书页，哎呦，想直接开吗？47能够吗？这窗没翻过去，所以是不够的，还有一波手艺的机会。CT 把这个互换交了，会不会成伏笔啊？但是这样的话，他开门赛没道具了。中好，双球，这波还是比较亏的。因为他在开门战之前把双重惊喜和绕场谢幕全交了，是的，所以处理 CT 可能还要一会儿。现在技能全在 CD， 对，这个门看一下，大门是30多的门啊，哦呦，直接引爆传送67，哎，不会吧？我在这里应该是不太好处理的，佣兵会倒在大房方向。但是火灾要拖佣兵的时间，那火灾怎么感觉也拖不动呢？双球能上到吗？没上到，没上到。但是上到这波有了呀。对，上到的话直接秒了。这个气囊感觉一直在用啊，这个板子还是踢了吧？只要你上到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去等下一步的技能。冒险家直接在脸上等着了，对。我觉得要不先把这火灾挂了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你起耳鸣的话，你可以先挂火灾啊。对，反正这个门也不够，反正这门也没开。你就盯着这个门有没有人点，反正佣兵那边还没起来嘛，你就先挂火灾就好了。鸡哥，大的耳鸣在头上呢。佣兵交个志气，然后这个时候耳鸣一定是冒险家的，你去看看门呢？门呢？门要被偷开了。
你去看看门没看到吗？他今年没听到吗？他今年没听到吗？那么大，完了，他应该只想收益了，但收益的话有可能被扛刀啊。RC 这里肯定是要打这个门的，肯定想尝试一下。本来是个多抓局啊，你门被开了，这。对啊。OK， 还是走了，还是不想救了。他如果刚才去拦这个门的话，哪怕佣兵过来救人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只要把门跑都有可能。就是一下就会翻回去的那种。应该要奔着囚徒去了。小木屋，先拉个2拳。哎，他想去中场，想管空军，远程双惊喜偷袭，没打到。下一波怎么说？预判。菲利克斯这一波走位还是可以啊，就看什么时候交枪了。这交枪进大房了。那到大房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牵制，还行。其实走位还是很不错的。对，他是有意识的在防的。这2波都只上到1颗球，不是很亏。转进边上的双板区，又要等下一个双惊喜才能拿到了。直接交飞轮躲掉第一重，那你这边就不敢翻了，要持刀才翻。哎，阿卡康交了空中飞人吗？但没跳出去，多拖了一点时间。现在还要等下一波技能。对，可是空军交完枪，我觉得已经是绕的挺好的。哎，不过有个点啊，菲利克斯这一带他是会往大门干扰的。强行先翻回来，好了就有个失常。而且大门那台机是慢的，那台是佣兵的机。这波预判我感觉没必要啊，他这个预判，阿卡跳过去吗？就你这样预判的话，我觉得你还不如倒在对面，这样的话让监管者多踢一个板子。来失常了，74的机子。旁边压脚印吗？然后还得交2个护腕过去。对啊，那不是很亏吗？这波救人纯亏。为什么不保自己的机子呢？你就直接拉出来，让他打帅。而且阿卡肯定是找密码机的呀，怎么会在密码机旁边蹲？他可能没想到，可能带的是失常吧。先拿一刀，但是其实这脚失常踢下去，因为有囚徒的存在啊，只能说机子还是有一丝可能够。毕竟哭手一会儿可能还可以来保一下的。这波感觉佣兵得利用这个时间去无伤啊，他机子被踢了也没有无伤掏。就正常你就过来嘛，如果他要找密码机，而且你就算不找密码机，你肯定是往那个方向去的呀。你刚刚选点又是选到大门，这个狗在密码机旁边，我觉得有点亏啊。然后你交2个护腕，其实你又没无伤。然后机子就被踹了，这里还在躲他红色的区域，一个加速，趴到椅子面前，没有双惊喜，救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想打哭手双倒，先打一波，再用双惊喜去追空军。空军飞轮倒是好了，对，哭手怎么远远的帮忙推一个，好像也不太行了。哎呦，飞轮清掉了。但是这波还是进不了板。其实菲利斯走位真的是挺好的。对，他牵制喧嚣是有心得的。对，牵制喧嚣、跛脚羊都挺好的。中场有一台大遗产，这边摸起来能排到吗？2个半状态的人就在脸上，阿卡这波能续节奏的话，多抓就有了。可惜没续到，没续到，而且被拖的还挺久的。是，就是因为你这波有一个排人的时间在里面了。但他这波外围那时候一直在修，能追到囚徒的话，你别说，因为他没回光返照嘛，又多抓面。直接交电，这双惊喜第一波直接躲掉。要补个窗台，那这个点位就比较危险了。再来个板弹，
最后一台是在中场吗？中场呢有点难受了。中场还是少的那台刚刚。对，最后一台中场这里可能要被压遗产了。先交飞轮，造成芥幕，等1秒。不过中场他敢挂吗？有可能要吃推进器的不？推进器要不要出来一下呢？那撞救那不是撞救能活吗？活不了啊！不好活吧？对呀、你为什么不刚才提前你帮炸然后让佣兵先休一会儿吗？对啊，但是这样还是打算2个人继续抢。76，那时长一脚下去是抓了。这等一个双重惊喜，把他囚徒再秒在这里。把那个囚徒刷死了，相当于。对，这秒囚徒直接挂飞。对啊，囚徒说我干啥了？你把我刷死。怎么保呀？你刚才保，你只要保20的机制，你现在保你要保50的机制啊。就你刚刚如果说一个预判早撞点上班，更是可炸中能还有点炸，机会。还在推，哎呀，难受。对讲机不够啊，这2个半状态人还想抢81，抢不开啊，这怎么抢得开啊？哥们，不是在干嘛呀？这2兄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佣兵塔克亚 k 不是，他这把做了所有最亏损的操作。小手的话就是多只鸟的容错。还保持着吧，都是个纯化险为夷。不过还好，先知的位置是比较远的，在这里离得近的就是这个飞行家了。飞行家这个点位是不好追的，上面的板子得先踩了。前面要拉吗？再骗。哎，升空段，但是这个位置，因为它升空没法在那个房里面飞啊，容易顶到天花板。这样给鸟吗？对，不赚呀。他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墙角去进行一个悬停断句啊？而且你这不只是帮你一波平地挡了一下的机会，你现在下来不一样要死吗？感觉要秒了，闪现还有7秒钟。你交完这个背包，尽量吃个闪吧，已经是现在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。鸟也给你了，一阶距还是短了一点，那就吃闪呗。你要不让前锋来抬一手？我们下板，他这里就不敢闪了，前锋在这里不敢闪。哎呦，这么果断，自信。他不怕这道被扛了吗？扛了的话，还有一个背包是能拖起来的，而且心里可以给那个前锋移情。而且感觉刚刚如果想要去交闪的话，你进板前那刀也可以交闪。对，但他这个前锋也没管，倒是前锋真没管。他也不敢撞，就直接被举了。这拉球，你现在把球拉了，你下来还得拉球啊，得让人家把这个锯扛了。这救人也不赚呀那。哎，他也不 OB， 就是他已经没法 OB 了，他无限锯一装，那没法 OB 了。选择移情，该不要移情再救一波，然后再 OB 吧。我觉得卖了好一点，在阿鲁夫这边也不给机会卖，他就无限锯直接装，直接去推你这个前锋。哎，明明是预判对了方向，但是他掉头了，他觉得有人会来偷，确实心里也靠了过来。扛了一下。哎，他没看到心里，心里能贴到椅子面前。哎，看到前锋了，能够无伤救一波了。对，无伤掏下来，帮忙扛个无限锯，这样的话给到阿派这个喷击背包能喷出来的机会。要不提前撞呢？然后再让塔克亚基去帮一下呢。哦，有想抽，直接撞无限锯，干嘛？这没撞晕，
无限锯还没撞掉，这是最离谱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定点撞啊，大哥，不征服了，今天犯大罪，塔克亚基，又是你哎，绷不住了。他想撞断那个无限锯，但他没撞晕，他撞到平地去了。无限锯人家还上吊了。他定点撞炸了。看一下能不能，看来是不能。还是做不到吗？塔克亚基。我还说能不能戴罪立功，拖一会儿，拖一下这个贝林加的自己进度，因为他自己进度已经80多了，就是阿鲁弗过去举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了，你再稍微翻个2下，他那边自己一交密码机，甚至有机会够。密码机要压好，对，就看今天的发挥是要被赛后的程度。这还在躲飞轮，全员降智了。破轮，就飞哥说：“我啥也没干，对不对？玩个心理，玩个空军，溜的也好好的，怎么这局势就突然变这样了？这干嘛？”飞哥都快累死了，飞哥还得救人，你知道吧？飞哥已经，对啊，飞哥今天是唯一队内大腿啊！这里再搞个无限锯拉出去，那个机子边上那个人又得倒，这前锋还不去靠吗？这前锋还有移情啊！我勒个天哪，这好像也没办法，因为你前锋只能去赌这个拉球，把这个阿洛夫给拉倒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菲利克斯那边有没有钻头呢？没有钻头，21。阿鲁夫能不能发现这个人在椅子边上？他发现了，这边已经是过半了，要挂飞的。撞救，刚好时间卡得很好啊，撞下来直接开吧。但这时候发现阿鲁夫是有带挽留的，是的，3个满状态，开了也就那样。塔克亚基现在是没什么道具的，闪现，这是3刀。哦呦 ，OK， 哇，贡献了2个震慑，塔克亚基。但是还是有平局面。这把没带底牌，带底牌的话，这把感觉能试。这把带底牌的，对，这把带底牌的话，回来把这个心理减了，就先米打艾维吧。主要亚米平时打邦邦打得多，邦图感觉打艾维没那么细。直接附身落地，哎，吼到了58的一个亲子值。亚米这里还想空出去附身一下西体，可以啊，这个地方那个板区架住了，老李没法往外绕了。不过还行，这下本体吼没有吼到，身上涨到60的亲子值，得把伊森拉回来了。看一下伊森拉回来以后能不能先吼到吧。卡红光想骗，但老李也没有上当，抽一刀没抽到。医生拉回来，看能不能先吼吧。但是老李一直在偷看，他想先涨到100，这一刀是有的。先吼本体，那再等下一波吧，等下一波去进行一波附身。追上的话还有闪现。的话，你现在闪现身位都不好给，还得等。他没有先附身，他直接先传了上一个头片。大副这个点位机子要被干扰，直接交闪 ，OK， 没问题。改太极的入团卡，现在压遗产2台半的节奏，对于艾维来讲是可以接受的。
你来了吗？我现在来了55、56、57、啊58、59，2分钟，OK 呀，你比我快1秒，啊！就这样吧。直播间救了下来，也不是无伤。哎呦，这卡红光，但是卡红光也没打到，倒是。嗯，不过这波吹还是拉开了挺远的一个身位的。等下一波卡陶片了，这个地方肯定要卡陶片了。哎，老李没有卡这个陶片，这样的话陶片还留在2楼。不过他本体也不敢传，他只能从这边绕，感觉要绕好久啊，亚米。所以从这边绕的话，你开个地图跳下去不就好了？他其实当时这个陶片没有被卡掉的话，他是可以第一时间传的呀。他这样反而浪费了自己好多时间啊。是，而且你这一个律师，他其实无所谓的，我只要看到你从另一边楼梯绕，我就开始跳下去了。所以这波26还是溜了挺久的，现在机子就差1台了。往上只剩最后1台，而且甚至大副那边都被摸起来了。不过还行，最后1台应该是能控住的吧？总不能气象来把人给保住了。气象捏了一个陈云吗？应该还是会换成强风的。看这不救人了啊！文笔直接吹，吹完救，救完掏，掏完扛，2个人一起扛。口到的是气象，对，先把律师放出去，然后再附身。这刀打气象没什么太大意义啊，因为气象已经没道具了。对，亚米是没注意，刚才已经教过一个暖雨了吧？他道具没算好。铁律师那边还能再拖呀？对，你现在底下的人就相当于是律师的报纸。90、100，哎呦，刚好在翻版，有点难受了。但是密码机是不够的。现在他开门战之前有一个闪现啊，对亚米来讲还是有3抓的机会。但是吧是有闪现的，然后控2个门。但是他们也多个棺材。对，所以求生者拉扯也会比较好拉扯一点。来了，这边不能附身。如果这个只能把伊斯人调回去闪门，先控门。然后平地追一追收把。哎，他觉得有人会来偷门，然而并没有。雄者现在就要开始拖挽留了。这里找到了气象，直接附身。但这样的话，灯笼门那边是没人管的。这个地方比较尽量的把这个闪现给他吃了。闪现吃了就好打。锤炼平地刀，来得及画吗？感觉来不及。来不及啊！举起来了吗？哎，没举啊，没举，他已经画上了，所以他没举。所以他选择过来管门。那这里可以闪手把了，不过手把是有飞轮的，但是闪门也在点啊，闪门也在点，他伊斯人，哎，飞轮骗到了，这刀还行，有一个伊斯人还在气象那个位置，气象这个点位，感觉他附身完还得拉回来啊。对，而且这个门是没开的呀。对，因为他这边反生灵柩是在那个灯笼门的位置，对，他反生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能救人。吼到了，应该会直接反的，毕竟没有绝处逢生了。你现在伊斯人不在那边，大副直接冲过去把人掏下来了，然后再反一波，3个活人很难控，只能过来控气象。只能先去把反生的这个气象给它处理掉，然后。哦呦，抽倒了，那坏了，那这下真坏了。这下伊斯人来得及管闪门的，他有机会直接附身这个手把走不了这个门。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是能够先比求生者到的。没错，想先放灵柩，看一下落地有2阶啊，传错陶片了，亚皮啊，太痛苦了，这怎么能传错陶片？
这没传出，把这个手把留住了。这也没在一条线呀，怎么会歪这么多啊？他在那个101窗那个小睡窗那里啊，一个在门口，一个在小睡窗，怎么对呀，歪这么多啊？你怎么传输的呀？我服了呀！打还挺快的，凉了。直接选择追魔术师 Monet， 这个点，这地方直接在板子跟他搏就行了，等着。哎呦，这个位置差的还挺远的，怎么还想举笼子？坏了，这个笼子废了，而且还被拉了好远的距离。是的，又回到了老地方，刚好掉了在对面。魔术棒差1秒，没办法，捡了个鳞片。等你下一波围龙，它飞轮也是好的。对，但是给平地刀没道理的呀。对啊，这个地方你在3板那3个板子跟他搏一搏不也挺好的吗？非要走直线出来给平地刀吗？然后他鳞片和魔术棒刚才都没交，哎呦，可以，这波弹的不错，翻了个板，然后再钻，废掉了一个笼子，可以，不亏。然后下一个魔术棒又能偷出来了，哎，能跟踪吗？哎，他以为钻过去了吗？飞轮，这板子还在，怎么说？恐怖的一击，密码机接近3台了，这一波如果成功翻过去，就3台密码机。是的，3整台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耳鸣也没有，摇愁。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2个化险为敌，没有2个化险为敌的情况下，时间上来讲不一定够。而守墓人有一台96的机子，有无伤。下一步应该是让教授去救了，直接倒原地。倒原地不干扰队友。哦，那魔术师见过了，那可以反生一波。反生的话，还得浪费入殓师的一个跑图时间。然后反生以后，再让入殓师帮忙扛刀，这个机子是有机会脱够的。而且那边拖的话得拖挺多的。对，就拖一台那个守墓人的新机嘛。这有2个人可以帮我扛刀了。不是魔术师反生完了，原地直接开修，什么意思呀？开修是吧？先把这地抢开了再说。斗地主斗上了。哎呦，左右门神直接开扛。但还有一台机要补呀。那台96的就是守墓人的第1台，坏了。能不能扛刀顺路补一下？这拆笼子啊，没扛到，这咋整呢？那不是出大事了？该不会还想摸头吧？女神像那台现在补开了，然后57是3版的这台。我觉得他们走的有点早了，我觉得就是先扛着，然后等到那个守墓人那台快开了再去补女神像的也来得及啊。教授走的有点早了，下来的话是可以这样子，帮我保一保，把愿力多浪费一点。但这样保的话也有风险，就是如果拉的话，就是拉一头大的。对，可能说人都倒在一起了。对，就可能会全部人都倒在一块，机子还是不够。哎呦，这波双连龙，那只能回来管这个3板的了。飞轮提前交，这里入殓师要是被秒的话，其实哈萨还有多抓的机会，因为他这边是可以压遗产的，把人给压回来，外面开新机子是不够的。
而且外面的话其实也是没调状态嘛，那你现在3台机其实离的还是有机会守挺近的。对，因为它是踢墙3板跟2板1窗的那一台，大门3连没破，然后多的还是中间的这一台，你但凡多的是2头的都稍微好一点。嗯，坏了，这个3连感觉哈萨要多抓了，又4了，还有一手底牌主要是。而且你现在本来已经没有圈了，怎么倒都倒不走遗产。哎呦，可惜，所以差一点点。守门人半状态来救人了，给了一波无伤救的机会，难受。灵柩放了出来，那就去给3板压力吧。嗯，这两边都在给压力，这应该自己反生了，最后一秒反生。还是想着，哎，他把路雷斯传送过来了，有东西，但不多，又钻到脸上，这刀抽倒。这几个人有大心脏的呀。对，但自己再卡个板感觉够了，帮忙卡个板，摸个头卡个板。3板那台不是更多吗？嗯，但是魔术师那边快压好了。这本来是3板更多的呀，他是因为没修机了。因为守门人近一点，所以他直接过来扛了。还好是压好了。对，他怕路电师撑不住。本来有个多抓的机会的，但是给了守墓人无伤救的机会，对，就变成了平局面很大。现在，哦，鳞片和飞轮一个没交，那感觉又平不了了。对，那感觉平不了了，那还是有3抓面。对，看一下能不能排到 Genki 的位置，手上是有底牌的。哎，这个门85，直接下铲打断，切传送，快 ！OK， 掏下来了。但是他得先挂，反正。嗯，掏下来，他这波传可以直接传大门的，传大门的话，他确定2个人的位置。本来就没点过。先看一眼。哎呦，这飞轮提前交，那还是要4哎。路电师是挂飞，然后再放2个围龙赶上 Sola 这边应该是救不了的，来2个超大的围龙怎么说？我一搏单车变摩托，哎呦差一点没围住，这个门85应该还是抢不开，哈甲先占据有利地形，2个人想强开吗？真的假的？有铲子正铲哪去了？完了，这教授还可以扛，教授怎么说？个飞轮，对。哎，飞轮也没轮出来，门也没转，哦，还真的爬走一个巨锤。哎，巨教授怎么都走一个了？这个对，离得太近了，飞轮也没交，鳞片也没鳞，就这还要削飞轮？正菜也没看到，很痛苦。他可以死之前，这个点看，哎，难道想偷袭一手医院？没错，他去了。医院的密码机刚好在下面，所以囚徒也会被骗下来一会儿。这个点位，说实话，这围龙感觉很难放啊。医院这个地形，哎，他没看到跳下去了吗？嗯，那这波绕还行，直接逼走了。再补一个，但是第2个没关到，哎呦，白白浪费2波阅历。是的，然后还能跟你去浅玩一下废墟。嗯，现在飞轮也好了，操作空间又多了。这机器感觉他是觉得能拆掉，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点，对这个时间的把控不太够。垫一手。然后飞轮再拖一下，这个笼子也可以耗掉，甚至都不用交飞轮，先拿一刀。这先忍着，等下一波再交吧。嗯。
继续跟你绕摆。但其实囚徒拖出来时间已经很好了。对，这个反应的还挺快的，囚徒飞轮都没交出来，没反应过来。但这样的话，没有化险，没有回光返照，就得让心理先救第一波，然后下一波小手里再来一个荣誉共鸣。不过这样操作的话，心理救完人再去修，可能囚徒下来还得连一波电，把中场的密码机跟乔昂斯现在手上那台连在一起。不过他还想牵制一下，但这个地方砸个头。骑士要不要直接 OB 呢？91的进度。哎呦，技能是封掉了，帮忙拆墙。那又可以等下一波围龙了。对，飞轮能翻吗？翻不了。哦，距离短了一点。再次拆掉。还在绕。哎呀，恐怖的一击，那出事了。这台91的不好修啊。其实他现在可以硬修一会儿，因为他爬2下踩个板。但他这里有眼，那我觉得布里有可能要切4行了。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切4行了，硬修一会儿的这台机。他刚才如果抢的话，是有机会能抢开。而且刚刚囚徒其实也不是特别需要他非要这样贴脸帮啊。对，你2块板子，我觉得能够抢开的这台机。一个战术遇见，一个荣誉共鸣，2波配合打得很好。那在35的密码机谁来修呢？我请问，你虽然有电，但是跟骑士的距离还是会拉得很远啊！你知道他刚点了什么？他刚点了连电，对他刚蹲下来了。你在搞什么飞机呀，哥们？不是他刚刚系鞋带，结果刚弯下去腰就被打了，没绷住。他电是好的，他点了个连电。唉，裂开了。这把也是本来有机会密码机能够的，但是因为被踢的那一脚，导致求生者你看现在已经4台了，如果不是踢那一脚的话，密码机已经压好了。一个飞轮，但可能要破箱了。大门还是有一个3连啊，大房1台，201窗1台，然后加上中场，加上女神像一开始的1台，坏了，秒掉了。准备往女神像的方向挂，这样的话还可以再过去踢一脚再回来。对，女神像那台一脚又一脚。先去吧，我觉得。失误了就想着手椅算了，但是这个你别说这个调香师他也是没回光返照的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先踹啊，你先踹慢慢打呗，反正也怎么过来没围住机子。对，其实他现在抓这个心理也行的，因为外面2个半状态的他没有在调整。其实你很快，就是你随便抓一个，抓谁都行，因为现在他们3台机都不够，你只要抓一个，然后你那边再去管密码机都行。马埃肯这波牵制的挺好的，靠走位把这个龙给废掉了。那就不好说了，这个针还挺关键的。想偷袭吗？这里还能钻。预判砖，不过刚好围龙给掉了，201窗那台密码机要压好了。手里台真不管吗？201窗开了，你不管的话，刚刚心里在201窗附近牵制也是完全不管手里的那台。怎么说？现在压好了。98的密码机，直接开。哎呦，有回光返照的加速，直接秒掉。愿力值也不太够啊，不够去管小门了。70多。给自己创造了个黑龙吗？天哪！这局跟上一局异曲同工之妙，好吧？
哎呀，看到这黑龙只能回头了。两眼一黑，拼了。就看两边哪边更给机会。但是我 B 站是用那个 OK， 兄弟们，我将闷声发大财。追随医生，感觉医生可以先控沙包啊，附身沙包那个干扰一下，然后本体往大房走啊。他这一波尤里是选择直接医人附身囚徒，然后传送落地。哎，吼到了，囚徒动手，而且身上的侵入度还挺多。对，他就想第一时间直接追了，都不去外面干扰了。下一波医生的吼非常关键了。但这个位置哪怕吼到本体也拿不到刀，离得很远。这里的话，囚徒防了呀，可以了。把翻窗给打断。可以啊。哇，本体也吼到了，那很赚啊。那就其实本体一直跟着就好了。对，医生可以出去干扰了。这里寄宿萨索利可以再把医生拉回来。大不了等个闪现嘛。然后看一下中场有没有人寄宿，大门有人的。可以。卡走，再把医生拉回来 ，OK， 直接去找囚徒，这个闪看能不能省。这个节奏很舒服啊。前面大空地啊是有机会能省闪的。57。飞轮。可以。OK， 整个幕布都盖住了。顶出去了，可以。手上还有一个电。97，闪现，非常省。哇，非常的果断。没毛病啊。其实整体还是挺流畅的。这把尤利看起来现在节奏平上。密码机一直在被干扰，其实还挺难受的。对。大弗雷特也要被赶了。然后萨索利要被寄宿一波。感谢新的点亮粉丝团还有灯牌，谢谢。不对啊，怎么感觉这把监管好像有点要赢的味道呢？监管优势啊！下来直接吼到，但是这个无伤还行。无伤又赚回来一点的求生，然后再对艾维来讲，这波就是要打针对啊，因为他不打针对的话，手里没二阶，这个囚徒有可能26的，所以打针对对于艾维来讲也不亏。尤里怎么突然这么猛啊？感觉尤里的艾维打得比尤里的红蝶还要好。补完寄宿之后把人挂上，脸上有陶片的，就是说囚徒下来一定没有26。那下一波这个人其实对囚徒来讲救下来是有很大风险的。哦，一下飞行家，密码机到现在一台都没开，全是大一台。靠近再寄宿呗，再寄宿飞行家。本体看能不能喷到，3、2、1，本体试着喷一下，打断一下。60可以，那还好，争不了双挡。不过你看囚徒身上侵蚀度，挺危险的。没有，那你看错，那是飞行家的。不是啊，囚徒也很危险啊，23，只要大于10%就已经很危险了。再跟着一波附身。等着二阶落地呗。他想把那个陶片卡在板里面，然后砸头啥的。很多了。对。没关系啊，这都没关系，要补的，要花时间。你看喷飞轮怎么说？小学家可以，小学家保活了。哇，极限这个换位。那现在囚徒有电有轮，你别说，这二阶被顶掉了，也太难受了。这个小说家太关键了。小说家打艾维好用。密码机三台超大遗产。这有电双台飞能来得及补吗？小说家再过来呗。不是，好飞轮没问题。求生者为什么多开了一台啊？就有一台92的不要了，重新开了一台从0开始的。这么有提前意识吗？他们这么有提前意识啊？但是 FL 是这样的。哇，闪现！这个闪现隔窗刀还是打到了。对，但是那边大门已经在点了，伊斯人也在小门，感觉直接闪跑了要。有点极限，应该能留平吧？应该留不了吧？留不了。这个距离留不了了，门开了，不是这来不及过去。这天神下凡的开局居然不对。你看一下这边小说家有个飞轮，小说家有个飞轮 ，OK 跳。还行，还是走了。阵容啊，没喧嚣好打。找搜啦呗，看一眼呗。因为这个选点来看，不管杂技还是空军被追，反正2个化险为都能套上。这边带了风窗。他就是怕在小木屋这里碰到杂技了，所以带了风窗。
直接追。那他直接走了。左边有空军的脚印。可以不追空军，因为哦呦，第一刀好快啊！那可以避道具了。你再怎么能拖闪现好了，也差不多处理了。而且这个位置还能架回速，不敢翻。是的。大方回不去，这个位置有可能要倒了。哦，这个熬不红出来这个光倒车线了好熟练啊！倒了，哪怕断影也倒了。嗯，这个板子没一到，这个有点快。击倒节奏，密码机还没解封啊！这密码机还没解封，他都人都打倒了。挂完人闪现都没好。对。不过园丁是卡在脸上，准备过来偷人。这里面有人回速呗。丁给你体型到脸上来了。他想方向排的倒是这盾能续出来，看到了。来一波无伤救，还想扛， OK 没问题。扛一刀，但是扛一刀没有太大意义，因为他闪现还在，闪现还在的话，你就算扛到刀了，他也能溜，也溜不了。这里其实得交火球，这下板会更稳一点。不过哈夏也没有直接交闪，哈夏也想等。对，这么能忍吗？对他为什么刚才那个板不交闪呢？感觉是可以交闪我觉得直接的。交闪就好了呀。你现在拖的有点久了呀，让他怕飞轮完全没必要拖。主要是怕飞轮。嗯，因为大方这个点，如果闪现空了，就很难再打第二波。当你闪现空了之后，你板子又是碎过的，我觉得已经有机会闪了呀。反而是多拖了20秒。密码机加起来3台，攻击到了园丁，哦空军准备过来救一波，再交个枪。哎，这里应该是看到空军了，看到脚印了。留着闪现保平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营业断了，可惜。没关系，有刀打呗。甚至靠着闪现去杀甚至打针对都行的，其实。打针对容易扛，有闪扛到闪就不好打，所以智商给刀就好了。他怕是那种最差的结果，救下来以后那个。对，因为哈夏只需要保平嘛，他知道这把机子不够，这个闪现只要捏得准一点，在最稳的时候交出去，人类就很难打。第一个淘汰是一定的，所以他们要先淘汰一个，保平就没问题。这里还是可以扑闪。哇，这园丁直接过来帮忙顶个盾。哎，等一下啊，但他还能找到吗？脚印。那还好，倒还好，知道蒙内的方向了。那是的这个位置闪现是可以交了。空军马上要交志气了。闪现，好飞轮。哎呦，坏了，还可以交球，坏了。不能挂空军，那很坏了呀。但是还好是空军把自己交了。嗯。还是差机子。大防割据还好。但现在没人能管这个空军了，这空军自己交的挺亏的。那这把其实有多抓灭。这还要站到一起，密码机完全不够。开门战是没闪，但是如果说哈萨要拖的话，这个闪现是能再用一次。而且空军开门战其实没多大牵制空间了，就一个飞轮，基本上是带走。简直是包袱，那没自起啊。对。先去中上管机子，你敢不敢亮？别盾。但是大副离得有点远。对。直接强压。对，直接把园丁抓了，因为那边大副一定要去救人的。而且园丁又没大地下室，这地下室。哦。这把要多抓，应该是个多抓。可惜没有底牌啊，要有个底牌的话就稳多抓了。这一波大副不用底牌，因为挂地下室基本上开门战就有闪了。化险为夷已经交掉了，所以这一波地下室他还有机会打个落地刀啥的。对，不好出。而且你这波地下室你园丁是没回光返照的呀。这个很难受。哈萨是不知道，他都出不来这个园丁。还要去管这个空军，而且你空军也不敢开。开了的话，一个回速，这个地下室又很难受。所以他可以无限的去换节奏，20秒以内击倒就可以了。好飞轮，但是没有用，击倒。再挂呗，而且开门战的话，空军没自起。
那这样的话闪现拖出来了，打到看门站，Soda 救下来之后，再溜一溜，然后回光返照起来之后，直接闪现打针对就好了。他会不会打一刀又去管呢？开远，哎，点亮，往外打，那可以不招闪，可以不招闪。看一下这个身位能不能不招闪，能不招闪就一定3抓。园丁是没有日起的，如果能快点处理掉的话，再去追大副还来得及。 OK， 是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副直接点了大门吗？哦，他俩都点了大对门。都点大门，哈夏以为是点小门，糟，哈夏能不能意识到回速吧，回速吧，回速吧，冲的好快啊，往小没事保门平了。交闪挂人？不是他挂过去，感觉能听到耳鸣啊！有机会他挂过去有耳鸣不，要来你这多抓呀！人类是有机，不是人类是有机会的。怎么说来得及吗？交个表扛一下，打到谁？打到是大副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有机会能保平平的，了但。是没关系，平局就可以2比0。OK， 让我们来看一下葬送的叶问能结算多少硬币啊？就6暗为内吧，数据刷的很。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找囚徒，去找机器。截止。来吧，看直接追机械，娃娃直接放出来吗？那笼子可以直接起了呀。那一起的话你就没笼子追机械了呀。但是娃娃能打掉啊，哎呦，还在溜。没有用。但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机械是可以接受的。留半个娃娃，Peter 想换人了。嗯，但是红蝶河不是囚徒啊，红蝶河木狮。木偶师，对，打掉半个娃娃就可以去找囚徒。本体先猛猛修，偷袭囚徒了，车刚好到墓地，想蹲，这也想躲啊真的吗，这好难躲啊！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蹲的。哎，这个笼子把自己关外面了，这刀拿到了，下一个笼子也差不多好。这两波绕的囚徒没反应过来，有点亏啊。那囚徒基本上这个点位应该是要倒了，他进不去板的。还有飞轮，哎呦，他打死也没想到我钻这个地方会从这个草坪喷出来吧？嗯，还有个地下室，这样的局，开局掉一个娃娃，然后再回头秒囚徒，把囚徒挂地下室之后，还有机会能出去踹 M 的机子，嗯，这监管不挂地赢，下室，挂外面。就是为了踹这一脚。哎呦，踹一脚还骗了个路易出来，有拽。调箱的状态无所谓的，主要是开2阶，2阶开得快，一切都好说。后撤步，漂亮。哎呦，电也没交出来，飞轮也没交出来。坏了。其实 Peter 这边愿力值已经不够了，他只要把这个笼子给折掉，后面就很好溜了，囚徒。但是那个点位太难溜了呀，大空地，要折活这样的笼子算是比较困难的。下一波再让木偶师过来套个花显微。别绕到椅子面前了。木偶师手里是有花显微的，这个花显微交出来，我觉得可以看双倒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再起一个笼子。哎，刚才笼子在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呀？想针对这个木偶师，因为他没法交路易，难怪他不打这个囚徒，他想直接双倒续节奏。我说这个囚徒刚才给那么大机会就在脸上，也没交技能。哎呦，飞轮也没按出来，难受。秒续节奏，次都没按出来。对，好坤。到时候看能不能摸起来吧，感觉挺悬，70、80摸不起来。哦，这样的话能摸起来，给刀了。打一刀强行摸。对，给刀强摸，但其实不用找机械，对，不用找机械，机械半个娃在外面没有用，回头接着追木偶就好。那这里可以交一个路易。哦，肥胖牛肥住了，下板真敢翻啊！啊，震慑没打到，不是，震慑没打到太亏了，胆子真的太大了。嗯。哎，
还好击倒。他那边拆笼子为什么拆着拆着要钻回来啊？预判可能会钻过去吗？怪的。那妙法机不太够啊。接是半状态，再来一脚时长，用娃娃把人给偷了下来。但是无所谓啊，他只要能够快速秒掉这个木偶师，妙法机还是不够，还是奔着4抓去了。嗯，对。对，直接顶了。给刀漂亮，机子还是不够，差的太多了。然后机械师现在就变成废人，因为他娃娃没了，然后外围又有人受伤，机械师修又修不动。没错，又是半状态。2台大遗产需要补。主要是看调香师能不能操作。他手里下来还得帮忙扛一下，帮忙拆笼子啥的。而且最好是自己也不要掉状态。看这瓶香水怎么用了。打针对。调香陪跑。然后这也不拆笼子吗？不够。这样回去先修甲门。但是还是差呀。对，这边挂飞了以后，你2个人打这个开门战要被4的呀。对的。最主要是穷者这边也没办法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机械师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想蹲，但这里不好蹲吧？前面有看到调香师过来的。这么点娃娃要打2下，剩个娃皮，能排到吗？狗过去了，好像。啊，你一直在，应该能排得到，猜到的，就在后面了。哎呦，这个名字没断，这调香师甚至卡到外面来了，卡到这个板子这边来了。换了个位置卡。对，这个名卡了好久。猜到了，你看到头了。然后手里还有底牌。黑龙。他们打拉扯，这把应该是一个稳定的。完了，但是把调香师关在外面了。切闪。这样的话，密码机够了呀，马上压好了。但调香师没有回光返照，没有回光返照啊。点亮。机械师那边也不太敢点门，对，机械师也不敢点门。还是比较偏向一个4抓，稳3真4的局。机械前面2名起来了，不在右边就在左边。能排到吗？还有点怕被偷啊，不敢离开这个椅子。对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机械师还是很难做到调香师挂飞吧？对。来下地窖。其实很近。对。看一下 Peter 能不能猜得到。好像一直没看到啊。他们苟得挺好的，你别说。对，那个点位很空旷，所以一般来说不会。这波应该能意识到了吧？应该能意识到这个耳鸣就在前面。会觉得在2楼吧？还是去2楼排了一下。2楼没有。这波总能排到了吧？OK， 一个回头。哎，被车撞了！被车撞了！啊！50个币！真被撞了！家人不是，也没追来，他怎么能被车撞呀？他为什么突然？他知道我们开预言是不是？选能的话就是觉得没有上票的宝子们要快点了。这伊罗哈叔在看中场啊，想去，说实话，想找大哥想搬命一搏了，想搏一手了，找一下。OK，背道而驰，放弃了，再见。追到了卡兹内科的魔术，找魔术师，
这片，骗。那这个围龙应该是要废掉了。真追卡斯内蔻吗？直接拿一刀呗，先拿一刀再说。感觉追卡斯内蔻好亏呀、兄弟们，好亏呀、再来个魔术棒。哎，这一波没交出来，是什么用意？下一波飞轮也好了。那也是亏啊！你先交个魔术棒多拖一会儿，你下一波他都不用交围龙都可以杀你了。关键是卡斯内口这把带来是飞轮加化纤威胁。哇，飞轮先顶，魔术棒再顶，有加速，再钻，这刀应该很难拿。有一个双加速。回来第二个龙直接再加了，可以。那这里有了。对，然后两台多一点。冒险家是帮忙把中场密码机补掉了。是的，这一波是打算冒险家先过来吗？还没出的骑士打在了红蝶河，通缉到调香师，这波通缉比较没那么爽了。但直接压到韩梅茨不好救了，对吧？韩梅茨这个位置太远了。但是他没有继续压，他如果继续压的话，有机会卡过去。对，所以韩梅茨直接冲过来，两个出刀。战术一剑，荣誉共鸣。这里卡斯内克还有个魔术棒，有机会牵制起来。但不太好牵制，除非骑士帮他。哦呦，打到了骑士。愿力还有64。后撤刀，但猜的都不是出刀。技能跟相持，但是他技能啊。还真交了个技能，他是想骗。但伊拉树以为他是在崩出刀，把兴奋给逼出来了。那这波可以了，很赚了。没有，刚刚下面那个是因为我重新推了一下流，你们不是说慢吗？我就重新推了一下。金身逼出来了呀，那伊拉哈树现在哇，冒险家已经绕到里面去了，这波要无伤救了。对。那你可以保一下，通缉到了骑士，但相当于没想保，想直接走，觉得差的还是多。而且这塔也可以求我们，他们只需要走一个也能赢。这局势来看，走一个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3个人打最后一台，而且还有冒险家，冒险家在挖树叶了。玩家应该是只挖过一张树叶了吧？还说这是第2张还是第3张？前面救人的时候应该挖过第2张，还是看接下来的牵制吧。这把从结果来看，感觉上平平的。德雷斯这个位置还能牵制很久。然后没续上。对。哦呦，还回手香，这熟练度。后撤步的机会，12米的笼子，看一下后撤步，不太够。给到刀，那也太好。香水虽然破了，但密码机压好了呀。对。这个调香师其实也是有回光返照的，就无所谓了。强行拆，转进 S 版里面牵制。哦呦，但这刀是被抽了。抽了的话也还行，因为两边各一个人嘛，各一个人的话还是能保平的。哈梅茨有战术预见，他不着急，靠近2个平 A。漂亮！哇，这波躲得很好，但是还是要倒地啊。另一边冒险家呢？冒险家没去找调香师，他在这个位置等着。他想卡着这个骑士，然后等调香师交志气。那调香师起来，你管不管调香呢？感觉还是得管啊，想多抓还是得管。冒险家能偷，对不对？冒险家能偷人，两个笼子刚好到脸上，但都是这个位置已经准备好了。超大的围容，
到另一边刚好救下来，救下来之后冒险者再卡中场，是的，调香师这调香师是没有绝处逢生的，但他还是选择先挂上。对那边的门能点开保平，原力有2个笼子，但能到门口，看能不能拦下来。还不交的话有点来不及了感觉。刚好到哎 OK， 有一个哈梅斯，然后辛纳米在后面，哎，不对冒险家被传回去了，对不是冒险家被传回去了，对，那有点不好说了。留了这个骑士啊。对他这里还有愿力可以拦啊啊！大哥要发力了吗？伊罗哈树，大哥真要发力了！好，大哥真大哥啊，这次但是这个笼子有点短。哎呀，5米，差一点点。但是还有说法，还有说法，那边在拆楼，那边在拆楼，那边拆楼。调香是没自起，调香没自起的。哇，他这个围龙最后是把2个人都给传出来了，对，这波就很极限了。但是这边已经没有挽留了。但调香师在爬门，好像慢宰，斗笠鼠在爬门，你说他能爬得了吗？能爬到吗？感觉能不能小窗给斗笠鼠啊，导播？斗笠斯是，我想看小窗啊，我也想看他爬。我想看小窗爬到哪了呀？现在应该刚刚他到飞轮爬得快啊。刚到中场，没爬太还行，这波是在外面的。完了，这样真要爬门了，感觉。哇，许纳米还在拖，哇，这个砸头换血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完了，真要爬感觉真能牵制起来啊！完了，能不能小窗给调香呀？能不能看一眼调香师呢？到哪了？到哪了？到不了，有传送，有传送，有传送，直接传，能到吗？哇，爬到门口了，他从中场爬过来的，我的天哪，又没爬出去。哎，那这个应该也是补上了一个4抓，可以。太猛了吧！这大哥，你看前面跟你们说了，不要看人家没有4掉率，这玩意不就4掉了吗？这太离谱了！这最后这个围龙，谁也想不到，说实话。这能4抓，精彩！哎，太精彩了。交了个窒息，但是应该也走不了啊。主要是最后辛纳米如果跟哈梅斯2个人20多的一个愿力值，看一下，会吧？调香师应该大哥一定要撑到最后啊，大哥！给刀 OK， 这片不要出现什么意外。结束。艾维，对，不过这里来了，把医生控到空军那边，你要直接追空军了，这波附身直接上。空军是他最好突破的，这波吼也吼到了60的一个新时值。对的。板子一下，准备继续回来翻窗。那这里跟着，如果医生吼到的话，就有刀了。是挺危险的。能躲吗？没躲掉。给他第1刀。哇，这里快的，44秒第1刀。他这里还挺求稳的，他这里甚至都不敢用本体再吼一下，他怕那把枪被交出来了。仓皇好了，等下一波的伊斯恩附身，或者哇，这什么枪啊？算有一个高空对地导弹，但是还好，还是能附身。这也得把那个陶片卡到楼下去啊。还行，在楼上附身的陶片直接跳下去。你往远拉就行。只要不给这个飞轮能不能操作一下？不给闪现身位，口塔米这里也不敢闪。这样的话，感觉能拖够3台啊！这密码机上面这个窗得看一下，直接交闪。这里要说会不会交个吼打断一下翻窗，但是没打断，选择直接交闪。毕竟你已经交过飞轮了嘛。但你看这个击倒节奏，其实对于艾维来讲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求生者其实也挺可以接受的了。3台密码机，这把对求生者来讲，机子是有机会够的，而且空军有回光返照。
再拿一刀，也开到了2阶。那卡兹连口能秒，关键是看有没有遗产可以压。没有，卡兹连口在往一个小木屋的方向跑。对，然后最近的话是海瑟多利斯那个位置，得到小船。下一波再让园丁救一波，对，一直也够了。太远了。大夫跟园丁换一下位置。哎，还是选择新开吗？角落那台50多的直接放弃了，重新开一台0的密码机。那这样的话，密码机可能不够了。他们这波沟通是没沟通好吗？园丁的第2台在角落，但是大夫救下来人以后没有往角落去补，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呀？但这样子的话，你机子肯定不够。对啊，你就本大副来有机会够的，因为卡兹奈口其实第一波已经溜了3台。对你大副修一台新的肯定是不好操作的。对，园丁在脸上强行把陶片拆了，还在卡这个淘汰进度，但是感觉很难吧？卡兹奈口有飞轮，看一下53的侵蚀值，飞轮出去了。那他这么一走，海边小屋跟大船都解放了。哎呦，这隔双刀，这交闪有没有机会够啊？强行再翻个窗感，觉不太够。 92有机会吧？感觉不太够。 97、98、99、100要开了，要开了，开了。强行够！哎呦，哎，啊开柜子！你在搞什么花火啊？这都顶个柜子呀！不是然后摁到了开柜子这个按键。他摁错了，误触啊到开柜子了。对，然后小门要开了，我大门没人贴。很糟糕了。哎，不是小门，不然能走吧？空军没法附身的，魔术师赶紧叫魔术棒，不要被附身，不要被附身！完了，空军也能走。开了，小啊门！2个都跑了，大船卡着个人想走地窖。卡了个大副2个表，这个地窖包走的呀，怎么要吃饱下了？来吧，感觉挺难的，烂完了下来吧。这你在搞什么啊，二哥？坏了呀！要2波标走了，看一下园丁的位置到哪？园丁的位置到哪了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感觉园丁应该在木屋的位置。完了，四跑！我勒个天，老爷！速修那些。哦，去找这边的火灾也没问题。一颗上到了吗？好像没上到。第二波，哎，哎，有点歪。 2个都没上到吗？这双惊喜直接废了。对，好亏。但没有关系，就当做先逼道具吧。这波上球呢，只上到1颗，完了。对，那这边火灾还能再绕2圈啊。2个双惊喜只上到1颗球，太伤了。对的。一颗红的应该是已经落地。直接移形。但这里哎啊，你也干了，Peter，这是什么啊？怎么今天这么多误触啊？骗飞轮开枪，移形交过了，他选择直接交枪。那 Peter 手里不太好捏得住人了。这空中飞人要不直接跳小船？对，这样拉近一点身位。一颗白球，一颗红球，还差最后一个土球。那这里还得再等一个绕场谢幕啊，贴不进身位，空中飞人贴过去，绕场谢幕，直接打倒。密码机节奏也是差不多。这把要是搬过去，他没这个移形的话，那就感觉有点炸了，有点难受了，要拉好远身位。看一下能不能这边。哎，空军这个位置有可能被秒的，一直被封的技能，再拉一下双重惊喜，能不能上个双球？哇，直接上双球秒了，飞轮还没顶掉。坏了，
还废掉求生者一个化险为夷，然后再压一波遗产。对，这一波 Peter 打得好啊。而且现在开2阶了，把火灾放出去也能接受吧？我觉得。哎，他还想追火灾，好像能找到，可以，能找到的更赚。远程上下金价标记，只上到1颗。这个没打到。那现在只能等多一个双惊喜了。哦，这波可以啊。那 Peter 还是把节奏捏在手里啊。妙亚机3台，火灾2挂，空军半状态。而且空军也挂过1次，到时候节奏衔接会非常顺利。对，啊，其实节奏是不够的。求生者想要保平都比较困难。第6段表打到了，一刀，第3段也摇出来，一刀。第3段表已经交过了。哦呦，飞轮盯得很不错，还差1颗白球，强行翻了过去。现在没有让谢幕，还可以再多活个几秒钟。直接开双秒可以淘汰第1个，看一下通缉，这个通缉能不能通到空军很重要。中间的大副也行，反正都是半状态的。空军就好了。哎呦，结果通缉到是满状态的飞行家。对。指了一下，判断出自己的位置了，但是距离多远不太清楚。看到脚印了，下知道了，对的。这样的话，中场还有台遗产，中场遗产不敢修啊。哇，责任度很高，对的。直接打倒，还有一波移形可以拦截，他可以直接压出去，然后再移形回来守，这个密码机是不够的。好，哪来的4跑？这把求生者保平都困难。双重惊喜知道了应该。飞行家位置算是拿到了。波飞行家有悬停。对，上半场求生者4跑，上半场求生者4跑，所以 Peter 只要留1个就可以了。再拉一手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飞轮清空了。但是还是倒地，技术不够。我空军可能要贴回来啊。哦，直接选择通电。不敢贴，空军上挂飞不敢贴。这把 KDD 最好的选择就是走1个。通电的话 ，Peter 看一下怎么排人吧。选择移形，直接移小门。哇，跑得好远，耳鸣都没了。对，而且他直接把门关了。没想着回去。那边大副如果救人的话，那就确定你们门是一定没有人点的，还有足够的时间处理。但这波双重惊喜上的球不算特别多。没错。你们还要再那还要等下一个双重惊喜了，人已经救下来了。有点慢了，其实。对。哦，那还行，还行。那空军那边还有个飞轮，哦，还行。有机会吗？这个门好像不太行啊。这个门能开了。他如果是以前那种3段空中飞人的，还有点机会能拦一下。对。是。那现在这个，现在1段都没有。就这么1段，没机会了。拦不到了。那就保平了。如果再多1段的话，感觉是能够恰巧飞到门口。但还要看双惊喜要上双球。但是保平也够了，7-2。对，7-2。来吧，直接去鬼屋。问题，毕竟有移形。上楼了。对。带了移形的话，处理鬼屋还是有说法的。对的。他还可以，这边直接放了明修下来，猫子跳出来。对的，但是他已经按出去那个跳了。
对，那没办法了。哇，这个猫好大，准备往起点走。但这个点是能上车的。嗯，但他这个点他得小心，不要被猫给炸下来了，所以得直接开。他是有人帮吗？有人帮。有的，前锋也在车上。那一起坐坐吧。走了。哎呦，很有爱啊，很有爱。但这样的话密码机很少，只有气象跟病患的。因为前锋去点站台嘛，所以前锋没怎么修。哎，直接把移形交了，有点糟糕。但是放的位置不太对，这个猫可能还要废。蓄力刀有吗？没有。可以。飞轮。GG 没有被骗到。我真敢翻。知道你是移形，我就为所欲为了呀。是的。那现在还能转200一窗？没错，这个猫能躲吗？躲不掉。还可以再跳一下，补一下距离。但是没有移形的情况下，一会反身了还能牵制起来，直接倒到最角落去了。好骗！刚好等挂上，这个猫消失进入 CT， 然后它反身。Miko Melody 甚至连跳都跳不了，感觉可以秒反，对的。没有移形，这波月亮河的入殓师的经典操作。对，是的。但这里位置直接走脸上了。这个，主动缩短1半身位。还不如在2楼等，说实话。对啊，他也没移形，你等他来着跳不就好了？对啊，你在2楼等着跳下来，这个气象这台开完了，他可以过来帮忙吹风的。前锋现在都不好操作。现在求生者少一台整机，就是气象手上的这台，得去鬼屋开了。平地耶，哥，不是？去哪呢？这也要小陀螺吗？他还在陀螺，可以撞到了啊！行，还行。但是有移形这一波移形移过去了。猜位置猜得准吗？怎么说？哎呀，没猜对，他不知道去哪了，都甚至。对。但大概方向还是对的。下面猫探到了，可以。可以，给刀没问题。那对于那就没法保了。是有平的，对。前锋65的自习进度，感觉还能挂上，能吗？84可以，还有再打一波手椅的机会。这样的话，外面得让病患再开一台新的气象卡过来救人，所以他这波只要拦住气象的话，甚至还有多抓面。把猫拉过去，能不能偷到？没偷到。既然没法争4跑了，我问保个平吧，对求生者来讲。哎呦，天猫，风中打下来，前锋刚好过半，刚好过半其实也不错啊，因为开门战如果挂飞前锋的话，气象有机会走地窖。不过 Miko Melody 选择直接追气象。再拉一手，看这只猫，对，给刀可以。移形还有9秒，哪个门更多啊？起点更多，那起点管不了了，应该还是平局了。感觉上平的。平局也可以了。对，那是已经到门口了。下巴真只能让3D 来争这个4抓了。4抓。这好难呀！吸血哥上来吧，吸血哥。我有千言万语想说，对吧？但是那还追吗？
坏了，追到了双弹飞轮气象。 OK，啊，上来一个就断了，3D， 你太紧张了，3D。 3D 这把看能不能荣升三哥。 3D 能不能当哥，就看你这一手了。对呀难受住了。这个影月一段自己自断10秒节奏啊，感觉已经是走了个七七八八了。说实话，直接双弹，他甚至都没想到这个气象会有双弹，会直接拉点啊，往外绕了一对圈。啊，直接跑到2板一窗了，没抽到。然后这里再来个陈云，直接飞进站台，无敌了，飞上站台。难打的很累。他这波还没法回溯。 前面板子一下，下一个陈云又好了，再给自己补一个板弹。这波捏了强风，准备走帐篷。看能不能直接进。那是要闪开了，这波要闪开了，不闪开吗？下板了都。不闪开更难追啊！那很难打了。哎呦，好堵，有飞轮，怎么说？是一个破轮。但是也2台半了，现在还没倒呢。但他应该能发现能闪吗？他是双弹飞轮了。但不过道具还能捏出来啊！这边哦哟，一个预判，一个强风，非常漂亮。立定跳远，3台密码机，感觉很难试抓了。难，真难。没办法呀，人家终点站追气象，你得承受这种后果的呀。而且还是个双弹飞轮气象，3台机感觉都算少的了。而且本身我觉得他这个歌剧给了挺多的，好吧？小米卡这个位置卡得死死的，然后卡半救一波，还行，没给到震慑，也没卡住啊。这波要是肥胖牛卡里面的话，还有点说法，但是没卡住。没卡住，那还好。我们那时候都还。然后一会移情一下佣兵，再来救一波。那就很糟糕了，再倒角落了，再拖你挂人的时间。哎，古董商直接过来 OB 了，一个点刺点了下来。点下来，那你再插刀，再拖呗。又能再拖一波了，很长时间。他点下来不打算扛的，他反正就是我点完，然后再加扫。妈一打给还想挂地下室，有点想太多了。在骗，还在骗。哦呦，卡斯那个很稳啊，一下都不交，一个扫视，还有一波，怎么说摇下来了？他讲摇下来了，那出大事了。那这波骗来骗去再补一波技能，一个点刺，坏了，难受起来了。说实话，又开始直接扎里面了。又到角落里面。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。我感觉他是有带三摇的，他双弹有可能会配个3摇。古董又来，哦呦，难受。好痛啊！就让他打呗，我觉得就让他打算了。花地下室吧，爱打不打。还想打气球招，我已经不忍心再看下去了，这是想的太好了，好痛苦啊！我一个人孝子都要哭出来了，说实话。但是气象因为没有回光返照，哇，还要炸头，打一下，杀人诛心啊！3D 地中地，能起吗？斗笠鼠好像没有交智起啊，一直在爬呀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这开门战应该会让心理再来救一波。还有3哥的机会吗？心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感觉割不了一点了。我觉得3D 已经沦为地中地了哈。最牢的一击，但感觉上来讲还能留一个，比2哥好一点。这最恐怖的是，他现在就算打震慑都没办法试抓，这是最恐怖的。于事无补了。打了一道气象，现在想直接去管门，但是隐约还断了。哎，找个满血佣兵，还有2个护腕，而且还是在终点站，感觉这边2个护腕溜一溜，一会儿又弹地窖了。斗笠鼠是有绝处逢生的，
直接开始跟你绕木马，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在鬼板，那还行，比较远，那应该走不了地窖了。不太可能哇，直接砸头，哇，太痛苦了，了。牢，太牢了，加强割据啊，加强割据啊。真的太牢了。我知道口塔米那3个点什么意思了，到了3D 小心啊！OK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啊！对啊，他说你的对手很强。3D 小心塔人。哇，他现在再回去找气象吗？黄花菜都凉了。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吉祥都到门了，哇，这个传送下来，3个人都在门口，他现在还不知道地窖，他现在还不知道地窖在哪。完完了。了， 3D 你改名吧，你改名叫杨乐吧，你也是3D。OK，这是监管史上最绝望的一天啊！2D 和3D 一起遭遇了滑铁卢，双双折戟。双双四跑，哈哈，那边马上爬到地窖口了。古董商就在等，你知道吗？等佣兵爬到地窖口，好了，双双四跑，这也太绝望了。终于反应过来要去找哎鬼板，哎，还有转机，还有转机。还好，撕不了。太好了3D 终于清醒了一下。我感觉刚才如果是自己就是摸的话可以摸起来，然后上鬼屋卡着把挽牛拖过去，因为你看他这边捡起来的时候，挽牛就只差2秒了，有可能。那感觉去花园了，哎，不去吗？再兴奋不去花园，还是得去吧。红毯走还去了，去了。那梅口提前拉点，不会真敢追我抠神吧？能看到脚印，那应该能确定在这个单板附近了。这个点想先抽一下，不太好放。说实话，这边这个围容对，难放太。狭窄了。哎，被反绕到了。可以换位。哦呦，这个点位兴奋，直接交。那第一道直接打。是的，还在吸，偷偷的吸。完了，抠神， OK，抠神。真生病了。真倒了。不到1分钟啊，没办法，兴奋是这样的，你兴奋针对，对吧？对不起来，真没办法。操作不了。有没有正餐顶一下的机会？没有，卡基里很稳，不给机会，站得比较远。顶，好想顶，顶了，顶到了。这个距离，那好处吗？就是来。哇，误伤，哇，误伤可以转一下，还有轮，操作一手，没有轮出来，那等一等。感觉还是想等下一波再交吗？因为下一波如果交轮出来的话，可以把隐喻吸出来，他现在已经3/4的隐喻了。对的。但下一波来救他，有可能兴奋又好了呀。不过至少是一个无伤啊，无伤的话还得救，主要是这个兴奋可以逼出来，逼出来之后就没有技能能够去衔接下一个人了。对，但是这一波再次通缉到了守墓人，还行，是巴图鲁卡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围龙刚好帮助他到椅子面前，很舒服。巴图鲁先交2个路易，一个恐怖一击，还行。怎么说？有轮的，有轮的，吸出来了，直接换位要砸！哇，兴奋逼出来了，这样子逼出来的，感觉卡基里当时直接交兴奋会不会好一点呢？对，有点着急了，他交兴奋直接过去拿到。有轮，又转回去，轮坏了，是个破轮。密码机接近4台，抠神陨落了，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也仅仅是拖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呀。那下就要看 M 口2号抠神，是一个抠神倒下了，还有另外一个抠神站起来。
但这里刚给了移情，他现在等于是个白板啊，这有很，哎呦，一刀还可以，飞轮但是抽刀了，原地一抽，有点尴尬。外面两边一起修啊。卡基里这边如果能秒醒你的话，这把他是能多抓的。哎呦，还是翻过去了，想走一个8字，还在骗，还在骗。翻过去了，没问题。这个点那密码机感觉能拖够啊。对，你压哪台哪边就救呗，对吧？你压大推的话，就大推这个人救。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。地下室，对，那卡迪利这波就有机会了。但是守门人还有个铲子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机会铲下去吧。卡基里这边也不太敢那个，但你要注意卡 K 这运力啊，嗯这地下室是好进不好出。对，运力值非常的多啊，先往外封吧，先往外封，然后再往里封一个，对，打到了针对啦，不敢开呀、不敢开，想再救一波吗？ OK，想再救一波，打到针对了，没办法，心里没有回光返照。那放下来不挂，放下来再攒一点运，哦，直接通电了，开对，直接开了直。接通电了。通电的话，那就只能争一个了吧？他带通缉了，是有报幕的。这一波看一下能不能排得到埃及的位置。但他那个位置有点精髓的，嗯这，个不好拍。对刚才通电的一瞬间，应该是没有看他吧？对，哎，直接下铲，是不是假装下去了？卡基里还有点慌，他卡 K 在想这个耳鸣怎么这么近？这个下铲难道是钻地下室去了？不太对吧？完了，这边卡的很好啊，导致卡基里也不敢传门。耳鸣是不是要掉了？马上要掉了，要回头吗？他会不会以为是往大门掉的？卡基里以为是往大门掉的，再回来没有耳鸣了。完了地窖猜错了有没有？排大推的地窖，但是地窖是在墓地，贴了个移这形，个耳鸣还是没有，这继个人还是续去找地窖，继续。对，然后再去拐角门，愿力值也交完了，卡基没里。有愿力了。最后一个笼子，看一下能不能猜到 ARC 的位置。要走一星回去，耳鸣还是起不来。完了，这移形回去，哎，哎，哇他，走埃及这边对他在小推在清乌鸦吗？他在这边消乌鸦，他没走啊。完了，脚印看到了 ，OK，三抓了。你把小门半场。没看到脚印，没看到脚印，这是有耳我以鸣。为那个脚印是往大推去的。应该能不是，猜到他就是没看到脚印，就是没看到脚印。但能猜到，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了。不过他在这干嘛怎么？说？直接下铲打出来，那23秒应该是拖不过去了吧？33点的愿力值，对，脱不了吧，感觉。感觉他在小推待的太久了。不是他走啊，卡克里都走了没。有能碰的，也就一个入猎师。小推，嗯，但是他会追教授吗？感觉可追，还是干扰一下就跑呢？在找，哎没，找到。没看到脚印，嗯，但是排电有点不仔细啊，甚至还断隐约了，要不回吧，直接回吧。能看到这个位置，能看到。还在狗。哎呦，这个短板很危险啊，亮。先交一波，但又断影了，又断隐约了对，坏他了。断的有点狠吧？这波还精准的弹也到，被顶掉了。这开局亏啊，甚至拉开局就没半分钟断2次隐约啊。别紧张啊，还好这波没进板，要进板真炸了。嗯，手上还有一脚失常，得在回速反架，但这个位置感觉能进板。哦，哎又断完了啊！飞轮预言展现，亮，也没问题，你要把操作拉满了。然后一刀抽倒，你可以先去踹一脚。哦，你在脸上那还好。他挂上再踹也来得及，中场就有一台。随便选，都能踹。看到这一脚失常，亮一定后悔死了。奥头都心痛死了。
布朗特鲁也爽死了。你现在密码机是2台，就第一波。直到是时长右了，段，直到是时长了，这里感觉死了，得拖一会儿了。还有一次盾，再交一次。哎呦，被极限卡到了。对，他是交完以后立刻翻，然后弹了回去。交互翻。而且反身那边已经画好了，倒地的话应该可以拉一个对角线，那样这一波还能进板，还能拖，还在抽刀。零就已经给上了。是的，完了。上周4个正胜，回溯，这周断4次野，一个打墙，能翻吗？翻不了。OK， 终于倒了，但你看零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豪华菜都凉了。密码机够了呀，上台。零就挪到小门2号了。不好说，都是大遗产。7秒钟要等吗可？以等个时长再来一脚。人皇是不是也是遗产？啊，人皇不是，对，小门是遗产。中场对，小门中场。这位是不好牵制啊！哎呦，飞轮没交出来，比较可惜，给打了一个隔双刀。这一波如果飞轮躲掉这一刀的话，他的鳞片又好了，还能再牵制很久。其实就这刀，小门1号那台开掉了，不让踹。这刀要是躲掉了，这把机就够了，就是基本上一个。中场那台也开掉，也没让踹，难受死了。对，现在求生者3个满状态，很舒服啊，这个中期节奏。哎，墓地，哎，不踢吗？不会帅，因为没有人，手里有人在帅。已经外面新骑士知道了的，这脚不会踹的。哇，是砸头。这刀有。包头再带回去给蒙洛比啊，你顺便给布朗特路这边迷惑的消息。外面那台也已经开了50了，我感觉文鸟一会儿把人打倒，估计要在这边把这密码机给踢了。不太能踢，他知道有人在修的。屡试不爽，一直抽刀，一直爽。主要是他要是踢了的话，开门战没进。在外面机子都压好了。而且这个入殓师还是有回光返照的。救起来密码机够了，一个跑小门，一个跑大门。接通电，往大门跑，然后你在大门把他打倒，他还能再反一波，这是最恐怖的。坏了，音乐断了，还没有回溯。第5次了，这时间要拖出来了。这把文鸟真的有点。到这里来吗？那就是要纯保平了。感觉可以不挪这个灵柩。对你反到墓地的话，拖的不是更久吗？而且跟墓地如果有板能衔接的话，是有机会能够进地窖的呀。能有机会走小门地窖啊？为什么要移过来啊？为啥要就是反过来想，直接强行保平。那你反过去不也是强行保平吗？你在墓地也是可以保平的呀。对啊，你在墓地也是强行保平，甚至还有3跑面。万一在大门被秒了，然后入殓师那边再返回去，这个时候监管者传送到小门，留一个。换到了狮子楼。还有关注他的亚服的排位，想说先相信吧，看看他的熟练度如何。毕竟之前深渊的时候都打过，但这波再去找囚徒的话，基本上是找不到了。他可以往祭司那边走，然后祭司给他留一个上下洞，他在小房就是无敌的。对，他根本不怕了。基本威胁不到他，所以现在凯莉只能尝试去再找别人的节奏。对，找到了火灾，火灾堵住了，然后这边把板子一下，我给自己创造了个无敌点，你敢信？但是我想，如果他把这个板子锯了呢？把这板子锯了呢？哎，停下来，再装个无限锯，然后再打气囊，对，然后再锯。
他把板锯了的话，哪边 M 口那边会往左边？哎，有没有机会先拉到，然后再弹？可以开了技能了，那感觉得再装个无限锯吧，再装无限锯。他这里看似无遮点，无敌点，实际上是把自己给把自己架死了。对给困在里面了，有飞轮的，危险的板区。而且技师那边帮忙打了一个长洞，哎呀，没有躲掉。哇，这哦，他飞轮前面直接硬了，他飞轮前面已经交过了，那前面想去废那个无限锯也没废掉。而且洞就在旁边，你看这个紫色的，对，但是他没有身位过去了。如果说他前面那个飞轮化解掉了，或者说留到这一波的话，这波钻个洞真活了，可惜。咫尺天涯，差一点。有机会打双倒的，有机会打双倒，直接下铲，打到了火灾身上。其实感觉到了脸上的话，是不是拉锯手椅会好一点啊？他不是在外面那个的，在脸上的话，拉锯给守墓人来一下，然后再闪现追守墓人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对，感觉那样的话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嗯，可能是比较能双倒，但是他可能想留个闪现嘛，防止出现意外。那现在这个人只能让祭司在边上卡着了，找机会偷一下。小丑如果拉出去的话，祭司直接打洞救。看一下，还是来了，怎么说？打针对还是打震慑都可以。很危险哇！巴楚鲁有点猛啊！这个洞怎么说？打到了谁呀？谁没打到？打到了祭司的洞。对的。OK， 第一个淘汰拿到了。那外面祭司也是有赚头的，现在勇者半状态人得稳住啊。对，可以让卡 KD 开始游龙了。囚徒直接断，想来一个电板组合，很可惜。想闪吗？这里飞轮顶掉，这里想，哎呦，直接抽到了，还可以解个叉。我刚才还以为他想等这个电蓄满了，然后闪 A， 然后再解叉。想直接秒是吧？对，但是他刚才是交了一个锯，被囚徒用飞轮顶掉了。对的，那没办法了。这把密码机不够啊，雄者现在很危险，有机会。哦呦，闪现直接拉过来，看到了祭司想打洞的一个动作，他觉得他贴墙想打洞，直接交闪了，那没了呀，这把人救不了，鸡不够。对啊，全都是半状态，这把基本没。不是这个阵容这么难打的一个情况下，怎么就要4抓了？火灾他没看位置，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危险点位里面。虽然可以防锯子，但是防完锯子之后人防不了。对。所以被秒了。主要是他停在那边装无限锯的时候，火灾也不敢走，他也不敢翻板出去，翻板出去他也没有操作空间，直接被关了，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了。所以就很尴尬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主要他也没板弹，他也不好走。然后后面那波飞轮也没顶掉另一个无限锯。那个守墓人要躺在地上躺很久了。这把密码机差的还比较多，地上的人也有。假装拉走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慢性4抓。想把祭司给骗出来，但是祭司不想走啊，打了一个洞直接。首先现在要拖道具，才有机会能走一个，或者保平是别想，太难了。看一下能找到这个囚徒吗？但囚徒飞轮也好了，还是这个点位。哦呦！哦，太窄了，这里没办法。但节奏还是挺好的，反正也无所谓了。那边守墓人是摸起来了，但是2位穷者也不敢调整。他们是不是怕有底牌切传送啊？毕竟只暴露过一个张狂，直接电掉。
那这一波就拖的时间还是挺久的。飞轮再顶一个，但回头隔窗大门哇，这个出刀速度无敌了。可以。脸上这个，哎，要摇下定下来了，又浪费了一点时间。脸上这台是不是要被传开了？脸上这台是少的，这个少的，但是外面也新开了一台，也挺多的。看一下求生者这一波怎么安排吧。其实还是挺难操作的，说实话。卡 K 这边可以选择直接拉出去打，也可以选择去守这个守墓人。关键是没有底牌的话，他现在控场就等于说少一波道具了，直接跟砖。那边人马上救下来了，没过半。就是熟悉的地方，没办法操作不了，所以还补了个闪现，不给你操作的机会。找人找 CD 吧，反正他也没底牌。对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穷者那边可能要强开了，强开了2个满状态的人，然后一个点门，一个卡。哦，其实是过半了，保赔了。算是搏出来机会走一个。但是也只是有机会。先看一下灯笼门这附近有一个耳鸣，左拐还是右拐？然后这守墓人倒是可以不用管他，手里还有那个无限锯。他其实这边把他打倒的话，还有机会控另外一个门的，因为门还没贴上。但是这会的话，哇，这都没断，恐怖的一击。门已经点上了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有电有飞轮，能走一个。囚徒打小丑就是中规中矩，把电啊把飞轮拿出来都给断掉了。其实现在这个版本来讲，小丑都会骗，但卡 K 几波去操作囚徒他都没有骗啊，都没打这是。但他们这边阿克西只是把火灾，但是这把的飞轮有2个，哎，这个皮肤吗？好像好久没见这个皮肤了。就前几个赛季的时候，小丑都挺喜欢这个时装。对，现在有点。哎，就躲在下面没发现，上楼。阿斗卡在脸上没有发现，文鸟是直接从门那边拉锯，这个阿斗已经吃刀了。绕了一圈，但正常来讲也都会觉得上2楼吧。文鸟这一波来了，就是我们预测那样要冲气象了。我就说了，气象它其实是不好打小丑的，因为它这个锯速度很快，你如果提前放有可能被扭掉，你不提前放的话，它有可能受伤，吃那种吃刀风。对。总之来讲就是怎么放都不太安全。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强风打断了，还可以，但是他带的是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啊，而且外面的密码机也不多，对，外面密码机也不多。这一波拉过来看一下，骗一下，哦呦，亮这个预判风，那再来一个吧，还好现在是有那个抗阻啊，这闪现不能交，这闪现他得，哎，又躲一下，躲，哎呀，回头了，这个酿发慢了，这个酿有点红了，说实话。只能说刚好就碰上了。是的，那下一波还可以再来一个升空。哇，还在吹吗？这断几次啊？3次了。坏了，我在那边密码机已经修完1台了。他这个风的博弈全拿下了呀。是的，这还不好交闪，说实话。飞轮在顶，我的天啊！然后交闪，那一会儿前锋还可以来 OB 了。有耳鸣敢举吗？有耳鸣敢举吗？真敢举 ！OK， 那直接撞了一个交。博弈全赢啊！娘，太秀了吧！他是捏了4个风吗？就是刚好卡了4个极限风，好像是一个慢翻，但是前锋还在。
这波比较远，第一波知道已经很慢了。直接选择撞救。撞救的话，手上风翼跟钻头得打在酿身上，前锋不会被吃钻头。哎呦，断无限锯吗？不过装上了，好像装上了，没问题。不过前锋还有1/4的道具啊，还可以再保。对，看前锋来不来了。这个位置感觉不想来了呀。他手上一台43的遗产，但是不来的话，这台密码机谁修啊？50的遗产就在脸上，求者一会来抢这台，还是开心的呢？好像想抢啊，全来了。那一会气囊哥掏了2个气囊，咚咚咚的给你断句，你怎么办啊？这个门又很好卡，很恐怖啊！这个来了，全来了，一家人全来了，一个扛锯，一个掏，还差一个入殓师在外面修。哦呦，掏了，气囊弹一下上2楼，打到谁了？打到火灾。打到火灾。入殓师开的是心机，对。那这一波牵制个40秒，才有机会反制这个前锋的 OB 啊，就是你得拖到40秒以后技能好了，你才能反制前锋的 OB。这前锋一定死保的，再一个飞轮又断了一波锯，这个板直接翻窗，想抽没抽到，密码机60了，还在骗，但最后把板给锯了，什么都没锯到，是不是？那这一波要扛了，先扛一波锯再说。扛锯扛个平 A 都可以，前面可以进板就行。肥胖流直接肥住，完了密码机够了，但是那样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不过对文鸟来讲，想要3抓还是有点难的，说实话。再断，哦哟，这也能撞到？这是撞断的吗？前锋不是，他是从侧面把他的无限锯给撞断了。对 ，Monopi 没技能了，时间又很长。太变态了！找人门已经点一半了，他这能跟上，反制一下，这里还在博弈，恐怖的一击，但只能直接传，没有挽留啊，为所欲为了，这边抢点门，入殓师点开了，打炮轮是有飞轮的，打出去，那边还在拖，气象应该是不太好起来的，但现在已经不是气不气象的问题了。对啊，他要3抓。对呀、哪怕气象都挂飞，那又如何呢？还有气囊，直接劝退。他不管气囊，不管气象的话，要4跑了，因为地窖点就在那个猪肉摊的位置。对，77还是起不来。飞轮差11秒，应该是不太好走了。还行，一个能量走也太夸张。秒板。对，看一下最后那个飞轮，飞轮要好了，但飞轮好了也没什么用吧？感觉这个点位算被架住了。4万分的前锋吗？啊，莫比前锋这么猛？哎，我这里想顶飞轮，他觉得文鸟可能会掉头一下，所以他没有按出来。